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大多数宝可梦都会飞，因此飞行系神兽可就多了去了。一、裂空座。裂空座是风原地区三巨头之一，一级神属性为龙系飞行系。设定上，当古拉顿和盖欧卡对战的时候，它会出现阻止争端。它居住在臭氧层中，以陨石为食，小陨星也是它的食物。裂空座出场非常多，剧场版中就不提啦，这里主要提一下 TV 剧情。BW 144集，爱丽丝离开小智后，无意中就看见了飞行中的裂空座，于是她决定跟随裂空座的脚步去旅行。日月79集，一只裂空座在天文台上空出现，因为这里有许多小陨星，它是来吃饭的。日月124集，一只裂空座和戴欧奇西斯在大气层交手，之后一块陨石意外降落阿罗拉。二、洛奇亚。洛奇亚是超能飞行系的宝可梦，成都地区的一级神，其实力非常强大，挥动翅膀会引起海上风暴，推测原型是洋流，和海神并不冲突。我们的故事剧场版中，洛奇亚是挂名主角，因为全程没他什么事，只有最后他出现熄灭了山火，和主线剧情基本无关。三、凤凰。凤凰是火系飞行系的宝可梦，它也是成都地区的一级神，种族680。凤凰飞过的地方会形成彩虹，并且有着复活死去生物的力量。炎帝、雷公、水君就是它使用力量复活的。凤凰是第2世代的宝可梦，但是动画中第1世代就出现了，并且小智刚出真心镇就看见了，但是它一直非常神秘，露头不露尾。小智多次看见他，但是一直没有和他有什么互动，所以被叫做摄影师。四、伊菲尔塔尔。伊菲尔塔尔是恶系飞行系的宝可梦，卡洛斯地区的一级神，代表 Y。XYZ 特别篇中曾单独介绍了伊菲尔塔尔的传说，遗迹中的少女石像就是他一手造成的。勇敢的少女为了自己喜欢的战士挡下了石化光线。五、谢咪。吸收了葛拉西蒂亚花之后，草系的谢咪会变成草系飞行系，速度和输出会提升。六、极冻鸟。极冻鸟是初代2级神，冰系飞行系，种族580，飞过的地方会下雪，是非常漂亮的神兽了。七、闪电鸟。电系飞行系，扇动翅膀就会落雷，夏天会产生暴风雨。XY 109集是它单独出镜，但是他的表现并不像一只神兽，欺负了摔跤鹰之后，愤怒的翁福进化成了音波龙，然后和闪电鸟五五开。八、火焰鸟。另外2只说的都是掌握什么力量，唯独火焰鸟说的是受伤会去岩浆疗伤，听上去就差一截。其实本身火焰鸟的位置是风速狗的，可能因为2鸟1狗的组合过于奇葩，于是加入了火焰鸟。这也不算什么，但是当时程序员犯了个错误，把火焰鸟本该掌握大字报的代码打错了，火焰鸟能学会的变成了瞪眼这个技能，其他2位学会的打雷、暴风雪都是大招，而他是瞪眼。9、龙卷云。龙卷云是纯飞行系的宝可梦，它的唯一亮点就是这个属性了。目前为止，纯飞行系只有它和第8世代的家门鸟智山雀。10、土地云。合众地区的2级神，和雷电云、龙卷云一样，都只有雄性，不过它的种族比雷电云和龙卷云高，达到了600，属性为地面飞行系。灵兽形态被叫做宇宙第一的土猫爸爸，强无敌。它会制止雷电云和龙卷云的争斗，设定上似乎和风原3巨头有些类似，不过目前来说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土地云再牛逼也只在普双模式，在究极规则的神战中还是要看风原3巨头。11、雷电云。之前在介绍电系神兽时说过，所以这里就不重复提啦。12、铁火辉夜。铁火辉夜是究极异兽的一种，代号 UB04 喷射器，刚系飞行系，种族570。日月69集，铁火辉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埋在后山，因为体型太大而附着在土地之下，究极球无法收服它。不过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其苏醒过来，飞到了太空中。这可能也是唯一一只没有被究极球收服送回去的究极异兽吧。
好了，总的来看，飞行系真是个大家族啊，整整12只神兽呢。